豪哥为大家来介绍这一支 FN 的永恒古龙，是永恒古龙 Cologne Indelible， 这个是意大利文。哦，好，是什么意思？永恒古龙，永恒古龙，永恒古龙，不可磨灭的。那它的盒子其实也没什么好介绍，就表示它的味道了哈，因为这个是 FN 的一开始出来的作品。对，那 FN 在拍 FM 之前，你帮大家说一段 FM 经常你们这种收藏家，即便在国外买到或者在专柜买到，都会出些什么？哦，它没有封膜。第一个，它没有封膜。对，它没有封膜。然后嘞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还有它的标签常常有指甲抠到的痕迹。在哪里？看看这一支有没有？这一支正好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演出啊，这一支没有了。对，那它盒子回来是我们自己要装起来的。那这一支就多米尼克哈，又是大师的作品。那大师我们可能会基本上都会认知，他调的味道其实都是比较重一点的。那其实大师调这种清新的是少见的，非常厉害。多米尼克，你可以帮我们带一下，他有哪些作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呢？如果在 FN 就是贵妇肖像，贵妇肖像，还有跟欲望之花，对，那再来就是别的品牌，中东系列的承诺，承诺，跟黑暗夜晚啊，这都是 FM 的旗下的吧？对，系列底下的。对。那Dominic 他有没有做其他品牌的？有啊，很多啊，很多。举个有名的来听听。最近比较有名可能是 YSL 的宝贝猫啊，宝贝猫，Baby Cat， Baby Cat 是。然后我只听过 Doja Cat 了，没有听过 Baby Cat。好，还有多米尼克其实我好像也没买很多，但是最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FM 里面。OK， 好啊，那这一支来吧。古龙古龙就是一个古龙香型的，是吗？其实它是淡香精啦，淡香精。好，那我前一阵子很有印象的是 Roja， 我们一起拍的那一个男生的古龙嘛，对不对？古龙现在是香精版的。好，来，那这一支我们来比较看看。青草地，溪水旁。你有没有觉得它像某一支的？而且又有一点皂感，皂感，对不对？清新啊，清新。然后又有绿草的味道，很像下过雨后的泥土。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前面都有整片的那个草地啊。那草地，你知道水下的急的时候，开始会积水，那积水起来，再加上雨水的味道，哇，就很像这一支散发出来，给你一个午后下雨，那带着非常多水汽跟土壤味道的这一支，那再加上一点点舒服的皂香，哇，我觉得这一支，你最近有没有看看一部电影叫《拿破仑》？没有呢。你现在没去看？没有啊。好，我现在有了那个 Netflix 跟那个迪士尼 Plus， 我几乎没有再去电影院了。它其实这个味道其实很像，那个古龙叫什么？18什么？1884哦，1886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最早的古龙水嘛。对，4711了。4711啊！哎呀，4711啊！4711，经典的古龙水。对，它就是致敬这个，我觉得是致敬了，就味道的那个走的方向很像啊，但是可能不像4711，可能撒一下然后就没有味道了。当然它这个是淡香精啊，那希望这个好闻的味道可以持续的久一点。那这个其实
我觉得它的香材其实也很简单啦，它最主要就是一个干净清新白衬衫，是富有朝气的味道，富有朝气的味道啊。你说的朝气比较像是白色的有领的衬衫加上牛仔裤的这种活力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一支更多的是绿色的感觉。对，没错，在草地上的哦。它其实还是一个前面大概就是那个香柠檬啦，然后柠檬啦，中调来到了橙花，跟水仙，其实香材非常简单，然后尾调就是白麝香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，对 ，OK。水仙暂时还没有感受到，它只是增添一点点它的花的活力，但是可能并不是主调了。那主调其实还是柠檬、橙花这种干净而且富有朝气的味道，让你一喷，别人都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有精神。那就像刚刚刮完胡子，然后把自己整理干净，走出浴室的那一刹那的味道，然后让它。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心中应该是古龙水的味道，所以它取名为永恒古龙啊。你说走出浴室那个瞬间，我觉得有哦，好，而且就是整个洗完澡，然后那个热气还热气蒸散出来，从浴室里面，因为在浴室洗热水温度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出了房间之后。那个蒸汽突然这样子哇散出来，我觉得就有这个现在古龙水要表达的干干净净的味道，没错，而且它没有流于俗套，就是那个理发厅的味道，没有，不会啦，它就是对一个味道，理发厅有一点像Tom Ford，我们有一年拍夏季推荐箱，那博君带来那支金标的橙花啊，金标的橙花，对，就 Tom Ford 金标，因为 Tom Ford 那一支好像也停产了啦。对，那这个如果你买不到那一支了，加上它价钱也不便宜，是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其实，以品质来说，我觉得相差不大的。永恒古龙，而且它更年轻、更清新一点。那我们来聊聊这一支跟我们前几天拍的 Roja 的古龙淡香精男性有没有极致版？对吧？极致版，对。那他们基本上是完全。不同的香型，虽然都叫古龙，但是 Roja 那支 Intense 它更冷冽一点，它更适合现在地球暖化的天气。是因为它的薄荷基本上会更重一点，那会更冷冽一点。那如果这个是初夏来讲好了，那个就是盛夏，那个就是盛夏。那是外面可能37、8度，你会喷的香水，就是让自己降温。但是这个其实是还是遵循古法、恪守经典的一个味道，一个味道。那它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，它其实就是主打2个字：实用实用。你只要任何时候，你只要想得到，都可以拿起来，对，喷个几下而且它不，因为它没有这么浓烈，所以它可以不限次数啦，不限次数，你想撒几下。就撒几下你想撒几下就撒几下，然后那你整个清新感，你记得我有一次买了你那个471原味古龙水的纸巾，真的那味道跟这个真的是有像，真的是有像，因为那时候形态有点像，但是它的持香度跟当然差多了，表达差很多了，跟锐利感也差多了。好，那这一支你会建议大家用在什么样的？任何工作时间，就算你下班了，你只要想喷，都可以拿来喷。它除了冬天可能，因为香柠檬跟柠檬的关系比较锐利一点之外，其实你也可以喷，因为现在的几乎快没有冬天了，所以其实它还是非常实用。一年四季，除了寒流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，你都可以使用。都可以使用。OK。因为古龙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万用跟实用的、安全的香水，对，安全牌，对，特别男生要让人家感觉干干净净，相当利落，不会拖泥带水，但这个绝对是，你要去面试，
或是刚去报道，甚至第一次约会，对，都可以用这个，都可以用这个，OK， 就不需要把你的个性在第一次就完全的展现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维持一个礼貌的距离，对，那这一支就非常适合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，回头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支永恒古龙，永恒古龙后调怎么走啊？拜拜。古龙，永恒古龙啊，这就是经典的味道。那我们大概休息了一下，然后现在来看它中后调。中后调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，因为毕竟它就是古龙香型，对，一样维持着清新、干净、白色、朝气朝气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真的是非常适合拿去工作、面试、约会的香水。至于约会，照理讲，约会一般来讲我们是晚上嘛，是为什么要叫你喷古龙呢？约会就不要第一次约会要留下好的印象，没错，刚好就好。对，就不管你心里有多邪恶的念头，在那一次，你闻起来就是干净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就是干净的味道。是，因为第一次你也不晓得对方对于这个香水接受度有多高嘛。没错，那你就喷一个人见人爱、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。对，那工作更不要讲了。这个非常适合，工作的时候，不管是工作、开会都非常适合。因为开会的时候再补2下，就可以让你的同事明白你的企图心了，是吧？今天会议的企图心是非常好的一支万用香水，非常好的。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几个经典的古龙，是，然后把它收起来。那女生也建议使用吗？女生可以啦。女生这个当然味道，这个女生 OK 啊。对，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性别跟那个。当然你是穿着裤子的，那非常英姿飒爽的，甚至你穿着裙子的都可以，因为它喷在女性身上会有一种专业的味道，是。好，那这一支看来前调跟后调变化不大，那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它的持香不够？其实它就这个经典味道，我唯一的奢求希望就是它持香久一点，一直维持下去。一直维持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它的持香可能不是这么让人满意。这就古龙香，就算它已经升级到了淡香精的浓度了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还是算这个味道比较容易散掉的淡香精了，对。但是我想他已经尽力了，但是这就是他的宿命了，他的宿命。这一个缺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。是，就很像说，我们既然这一道菜叫做生菜沙拉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能接受的，男女都会吃的，但是你要再让它怎么样加重它的味道，它终究还是个沙拉嘛。就像我们去看烟火。绚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们只是设法让它留得久一点，对，久一点。你的比喻比我的这个强太多了。好，以后你也多讲一点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一支我们来一个评分一下。那这一支呢，持香，你给几分？持香，我想我就给它8.8分啦。它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，当然这种香型其实如果做到香精的话，反而没有那种朝气的味道，因为它就会变得比较深沉一点，对，比较深沉一点。所以淡香精我相信是这种香型的极限了。是，好，那它的扩散几分？扩散，因为前面的干凝调的关系跟那个橙花，它的扩散会推得比较远一点。它如果扩散的话，我会给它9分，就是刚刚。那个贵公司的员工一走进来就闻到，这什么味道？有吗？他们马上就发现这个的存在了，引起他的好奇。对，就引起他的好奇。好，总体分数给这支永恒古龙呢
其实我真的蛮喜欢这支的，我还是会给它9.5分，我会给它9.5分。也许它的持香时间可能不尽人意，但是我还是因为持香时间不尽人意，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去克服嘛。我们有另外的方法可以去克服。那我就希望它这个味道能够保留久一点，所以我给它9.5分。但这种的味道就是给人家一种非常干净的味道，而且闻起来就舒服。闻起来就舒服。好的。非常谢谢豪哥，您给他几分？您还没有给他那个这一支古龙香型永恒古龙。对，古龙香型这段时间有闻了至少3到4支了。哦，真的。老实讲，我会比较喜欢上次那个 Intense 的 Roja 那一支，因为它在古龙的香型之后，后面还做了一些麝香的变化，所以我会比较喜欢那一支。哦，好啦，对啊，对。你喜欢创新的古龙香型？对啦，至少因为你看我的个性就这样，别人越这样做，我就越不要这样做，我就走自己的一条路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一支是很标准的，永恒古龙是古龙香型，然后把它透过香精让它强化定在那边。你说它表达做的好不好？我觉得是非常的好。那只是说每个人喜好不同，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定在这里不要动了，那有些人喜欢这个一直改来改去。对，变来变去，我是属于这种型的啦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，就是你喜或不喜欢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不一定要听别人怎么说，找到是觉得适合你自己的最重要，而且要给自己信心。对，是，对，发现自己的喜好，对，认识自己。对，有人就我喜欢，可是别人不喜欢怎么办？就不知道那个，其实想太多，只要你喜欢，对，他就值得，是，好吧？去年有一本很卖座的书，叫做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多多练习一下被讨厌的勇气。我一直没被喜欢过。好，是，赶快结束这个，拜拜。